武尊者是个什么水平？检索大数据宗师以上，在同为金色的众多羁绊中排在第一梯队，平均排名3.54，高于8决斗6永僧等，是具有一定可玩性的。这并不是一套娱乐阵容，而是经过实战验证的上分阵容。这是我在1区王者局打的武尊战绩，这一页是曲靖和小岩雀的战绩，还有 Kalist 在美服的战绩。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吃鸡和吃分实力的，而且 Flex 玩法很难7-8，练会了上分还是得心应手的。讲一下武尊者的阵容构筑思路吧。随便拿一套尊者板子举例，尊者里的希维尔和厄弗留斯开出迅捷射手和狙神，连接了艾希、卡莎2张物理 C 位。另外，尊者自带一个法系 C 位莫甘娜。那这一局过渡到中期3阶段的样子，我就可以观察外面有多少家卡莎和艾希，选择本局冷门的那张卡作为自己的目标 C 位。前排的选择其实是最灵活的，4费的4张坦克，加辽、安妮、奥恩、泰坦，谁来都留，谁二用谁当主坦带肉装。当然，这些牌中要有个优先级的话，那肯定是羁绊激活的优先。比如这个尊者板子里有塔姆，那么带加辽就能开2斗士。那有的选的情况下，加辽是大于其他坦克的。3费也一样，阿木姆和尊者的拉克斯能开青花瓷，俄洛伊和莫甘娜能开幽魂，那它就是比没有开羁绊的锤石和皎月优先级高的。但地牌的时候是什么都留，谁2星谁先上。同质量的阿木姆、俄洛伊比皎月好，但是2星皎月不带羁绊，比带羁绊的1星俄洛伊和阿木姆好。过渡和诚信构筑的思路是一贯的，有质量上质量，没质量再上羁绊。5张尊者卡加1张 C， 1张坦克，8人口其实就只剩下一个 Flex 位了。那这个位置你可以再上坦克，或者上一些补质量羁绊的卡都可以。虽然灵活，但其实思考量是不大的。一套有实力的合理的武尊阵容，一定是要有前排单点输出和 AOE 的。左图是我根据刚才的尊者板子构筑的阵容，其中卡莎担任单点输出，莫甘娜打 AOE， 前排递到了奥恩，那我就给他找能开擎天卫、墨之影和斗士的挂件。当然前排的选择只能是根据地牌情况来决定的。如果我先来的是泰坦，那我就带阿木姆或者俄洛伊自成2护卫融进尊者体系。如果递到的是2星加里奥安妮，那我的前排和相应的挂件就是他和他的伙伴们了。C 位看羁绊，前排看来牌，那挂件的 Flex 位应该怎么选呢？挂件其实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开羁绊的，除了最高优先级的给主 C 主坦开的羁绊之外，再就是全队收益型羁绊了。这里列出了对于武尊者阵容比较优势的群体羁绊：2斗士给全队加100血量，2法师是全队20法强，2幽魂如果稳定出魂是全队20%的增伤，2五仙子给全体10点双抗，3墨之音给到 C 位或者坦克位1件成装，2神谕者则是每3秒给全队加5点蓝。武尊用哪些卡？这是 14.12 宗师以上排除了大羁绊干扰、Delta 降序的单卡排名。除去辛德拉，几乎所有的4、5费卡都可以用。推荐的橙卡：瑟提、乌迪尔、惠、沙皇、洛、刀妹。紫卡：塞拉斯、莫甘娜、莉莉娅、凯隐、艾希、卡莎。优质前排：加里奥、俄洛伊、塔姆、阿木木、锤石。可用前排：诺提勒斯、安妮、奥恩。输出卡定位：AOE 单点残局功能性如下，每张卡各司其职。上位替代2星5费卡大于2星4费卡，卡莎换匣，艾希换刀妹，小鹿换惠，凯隐换猴子。开局看尊者，如果尊者板子仅有5个且有5费尊者，则不考虑玩武尊 Flex。小队编辑器只点尊者，过渡合成前排装和 C 位装备，确认阵容大致方向。物理后排卡莎、艾希，法系战士塞拉斯，物理战士凯隐，法系后排莉莉娅。选完海克斯开始，尽量激进拉人口，连胜上8保血量。经济不好可以接受 4-3 到 4-5 晚启动，在8级看血量决定抽卡策略。血量高于60，可以小弟1星主坦加2星主 C， 或2星主坦加1星主 C 后存钱再上9再抽。血量低于60，递出2星主 C 和2星主坦后上9补出2星5费。想玩好武尊，前期过渡必须要做好。4阶段拥有充足血量以逸待劳的武尊，跟一胜一负连败4-1上去板命的武尊，玩出来会是完全不同的效果。尊者是过渡的一个出路，前期应该根据嫖卡和发牌给的装备决定这把前期过渡的板子，而不是根据尊者板子去等装备和过渡质量。说人话就是武尊不能奔着玩，而是优先保证过渡。如果你的连胜过渡成功了，恭喜你已经获得前2。如果前期过渡失败了，那这局可以不玩武尊，迫降低费另寻出路。前期过渡时，不管是什么板子，做一个优质的前排肯定是好的。那我将输出卡分为 AD 输出、AP 输出跟战士3类。
如果前期胡 AD 过渡及胡 AD 的装备加嫖卡，那么我们可以用减脂希维尔护卫狙的女警或塞纳去过渡。后续我们会把 AD 装备给到卡莎、艾希、霞或凯隐，大后期也可以给到刀妹。如果前期胡 AP 过渡，那么我们可以用减脂杰拉或提莫，前排拼2星的阿离或千珏开3连华去过渡，后续给到莉莉娅和塞拉斯，大后期给到慧。如果前期胡战士过渡及诺手、奇安娜、石头人、掘墓4人组，那我们就用这个组合去过渡。后续5尊战士的装备是分配给凯隐、塞拉斯的。如果在过渡的路上胡死神，我们也可以选择辩证死神开砍。这里需要注意，如果你的战士不是纯血战士，即你做了正义、死亡之刃加血手这种可以拆解的装备，那么我们8人口可以不带战士，把正义跟死亡之刃给到 AD 位的输出，然后把血手给到坦克。要明白低费5尊玩法，首先要了解常规低费卡节奏。低费前期不 F， 如果基础数量多，就在2-1 4级一波冲出3星1费，反之就在5级卡50慢第3星1费。2费连胜或连败到3-2拉6启动，抽2星主 C 与前排，后续在6人口慢第3星。3费文血过渡到4-1拉7启动，抽2星主 C 与前排，后续在7人口慢第3星。然后就是寻找合适的低费主 C， 一般是尊者板子内的低费卡，或者可以联系到的其他低费卡。例如以下面的尊者板子为例，我想玩低费5尊，可用的 C 位有塞纳，或者通过举神羁绊联系到的厄斐琉斯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 C 位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那这么多 C 位我该如何选择？一般有2点，第一是嫖到的数量，第二就是该卡在这版本的单卡强度。总之尽量选单卡强度高且已经嫖到很多张的 C 位。选完 C 位后，我们就要根据所选的 C 位构筑阵容，这里就用一个例子具体说明。假设在上述尊者板子里，我们选择了塞纳作为主 C， 塞纳作为2费卡，最好是在6人口追3星，因此我们构筑的阵容应该是一个6人口阵容，阵容中的其他卡也应该以容易地道的1、2、3费卡为主。追出3星塞纳后，再考虑上人口开其他羁绊。选择好 C 位后，接下来就是主坦。主坦最好和主 C 相同费用，方便卡排库概率，最好能开出羁绊且定位为坦克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我选择了圣作为主坦，塔姆作为副坦，而不选择瑞文，就是因为他是战士定位。于是我们最终构建出了如图所示的阵容。接着就是参考常规低费阵容节奏，得出自己构筑的阵容节奏。以上述阵容为例，我们可以连胜或连败到3-2，拉6启动，第2星塞纳与2星前排，然后卡50利息，慢第3星塞纳与3星胜，最后前后排3星后上人口补5尊，或者塞纳3星很快，胜数量很少，也可以直接上人口找2星4费前排。这里是5尊法系或物理阵容的装备表，仅供参考。啊，不是那个夜刃的开印吗？是不是感觉？我感觉夜刃的开印比这个分裂的卡莎更厉害。还行哦，递出来就锁了。是的。2星侠我再换，1星侠的时候我就下了。1星侠就先下个，然后我们还可以靠这个5尊上10。那8人口这把可能递多了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么强啊，我不知道1星卡莎这么强。那还能赢是吧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强。可能海克斯比较好吧，跟小的致命，小的致命就是启动了。